回到关键时刻，我们说到了太子集团的诚挚的金流，其实世界上各国都在查。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这价值4500亿台币的比特币，早在2020年底，就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要卸任前，就已经被美国握在了手中。我们现在事实上最近在讲诚挚，诚挚不是说它有12.7万枚的比特币被美国查扣吗？那当时他说，哦，美国真的是要整肃这个诚挚，要打诈。可是我跟他讲，事实上根据我们看这个是什么？这是中国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它出了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来说，你看他就说什么？他就说 Lubank 这个矿池遭到黑客攻击，被窃巨额比特币事件技术溯源分析报告。简单来说啦，他的结论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就说呢，原本有一个这个比特币的矿池叫 Lubank 的这个矿池，那这个矿池来说成立在2020年，然后呢，它是以中国跟伊朗为最主要的营运基地，结果没想到它在当年的12月遭受到了骇客攻击，导致它当时持有的约莫是12.7万枚的比特币被查扣了。但是他说，跟美国司法起诉书所中的12.7万枚的比特币是基本吻合的。隔了5年了。对，他说不只是数量吻合哦，他说当时他查扣他被盗的那一些的这个所谓账户，跟这次美国起诉书的起诉账户是一模一样。对，所以简单来说呢，是美国在2020年的12月就已经把诚挚手上的这一批比特币完全查扣了。可是美国一直搞到最近才起诉诚挚，中国指控美国用骇客偷了诚挚的这12.7万枚的这个比特币。好，那中国为什么要出这个文章呢？我跟他讲，因为中国内部里面来说，有非常多不同的力量在缴获。为什么？因为这12.7万枚的比特币到底是谁的比特币？我们说诚挚不是诚挚的吗？诚挚他本来就是台面上的人嘛，不管是说他是什么这个诈骗所得，还是帮大家洗钱的所得，这就是红色的钱嘛。所以中国当然很在意这个钱，你一定要回来给我们中国啊，不管是诚挚的什么，你要给我们中国啊。所以中国才说是你美国骇客做的，所以美国骇客做的意思是什么？你有一天可以还给我们。好，不过我们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诚挚这个事件来说，已经引起中国的这个官场的这个大震动。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吗？10月中的时候，诚挚被起诉，对不对？紧接下来，中国进入所谓四中全会。文华，你知道四中全会里面来说，有非常多我们当时在节目上讲，很多官员呢是这个要走进去开会的时候，不好意思，你今天文华你不能进去了。因为嘛，你已经被逮捕，你现在要被调查，很多人呢，约莫被抓了，对，约莫10几个人被抓。好，那现在就有人怀疑说什么？这个时间点很奇怪，因为在诚挚的钱包曝光，然后四中全会的时候抓了一堆人，所以搞不好就有人就说，是不是诚挚的钱包曝光之后，让很多原本拥有黑钱，或是他后面那些所有人完全曝光的一个状况？好，不过说到这么大笔的金额，由中国国家计算中心提出的报告说，变成了国家级的骇客组织在操控。对，到底这一笔钱所谓的黑吃黑的事件是怎么样的发展呢？对，没错。好，那事实上他这个报告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现在跟他讲一下什么叫矿池。矿池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比特币需要非常多的算力，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我们就集结起来，譬如说你我他，我们集结成一个矿池。这个矿池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挖比特币。所以一起来挖比特币，譬如说你出10%的力道，我出20%的力道，我们挖出来，我们就用这样来分。所以那个矿池是大家分。好，那这个主要原因是这个矿池呢是由伊朗还有中国很多相关人士组成的这个矿池。那这个矿池呢，一度它的算力是世界6%，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比特币。就没想到在这个2020年的12月29号的时候，就发生一个比特币被窃盗。它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比特币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他们利用这个比特币出现一些乱码的时候，他们就入侵这个比特币的账户，然后同时间把这些比特币完全转走。好，那完全转走的话，当时当然非常害怕，说到底谁转走了？对。可是我你觉得有意思是什么呢？那被2020年的12月被转走之后，诚挚当然知道说，代期大雕，所以呢，他当时在2021年年初，还有2022年的7月，他一直在区块链发新闻，发什么新闻？他说你给我偷了，拜托你，你还给我，你还给我的话，我们会给你这个奖赏这样的状况。他一直在求饶啊，好，一直求饶。可是问题是，你知道这个，我刚才不是讲2020年的12月被偷，对不对？是。但是一直到了2024年的6月哦。这个比特币，因为这个被偷的时候，这个账户都没有动过，就是被转到这个某一个账户都没有动过。好，那到了6月的时候，才把它转到另外一个账户。另外账户来说的话，现在这个中国报告出来，它就是美国的相关的账户。那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一直到了
这个今年的10月14号，美国不是司法部起诉对陈志的刑事诉讼吗？对。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原来这个2020年失窃的这个，就是被美国政府没收进去的一个状况。因为数字、时间是吻合的，完全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次起诉书，他把它公布出来了嘛，他把所有的数量还有他所查扣的账户，就可以跟原本的资料对起来，那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消失的12.7万枚，原来是来自于这个当时的这个 Ruben 的这个所谓矿池。好，那我跟他讲，他们现在技术就这样，你看有没有？他就说，因为 Ruben 的这个比特币这个所谓地址的私密钥匙生存的时间有存在这个伪乱数的漏洞，然后美国就知道，然后于是他对这个5000个弱随机的这个钱包进行所谓暴力破解，然后2个小时之内，大概有12.7万枚的这个比特币被抽干，然后剩余不到200枚左右的比特币，所以呢，事实上当时就这样子被打，所以整个事件簿就是2020年的12月19号被盗之后，一直沉寂到2024年的6月，然后2024年的6月的时候被转到新地址，那这新地址就是美国政府所持有，然后到了2025年的10月14号，这个才是美国政府的控制，所以因为这样才全部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美国暴力破解。好，尤其是这时间点真的很快，2个小时之内，4500亿就这样整个不见了。所以你可见美国的这个力量，国家力量是相当大。他用什么？他用不是一般的骇客，他用暴力破解。那暴力破解是什么？暴力破解就是要有很大的算力，很大的算力。所以这一定是国家级。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这是国家级的黑吃黑嘛，对这个组织操盘嘛，他就直指就是美国你搞了这样一个状况。好，所以呢，这就是美国政府搞的一个状况。好，那的确是这样。那你看。陈志当然，我就想中间他有求饶。陈志他说什么？他因为比特币有一个这个所谓讯息发送功能，它可以发送给非常多人知道。好，那你要发送这个比特币来说的话，你要耗费大概1.4枚比特币。1.4枚比特币，如果你用现在算一枚假设10万的话，大概是要花14万美金。然后他把这个消息迁入这个所谓区块链，然后证明就是说啊，这个是我的啊，然后就说，请你把这个资金归还给我吗？这个，然后就是说分布在很多交易事件里面，所以它有非常多比特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资料出来之后，就说你看，他说什么 ？Please return our funds.We will pay you a reward， 就是我们你给我们钱我们会还给你们的一个状况。然后甚至还说什么？他还跟大家说，正在拯救我们资产的白帽骇客，你可以透过这个账号连接我们，然后讨论资产的回报，还有你的奖励。他们还跟很多人发送，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把我们追回来的话，我们会给你奖赏。显然是没有人追回来。我就跟你讲，这是国家级的骇客啊！他2020年偷走了之后，一直到4年之后才转过来。好。那我跟他讲，那就是因为他把他这个完全你看就是 Ruben， 然后怕被这个偷走的这个状况。好，那我讲这件事情来说，为什么诡异吗？因为我就讲2020年的12月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时间？当时是川普总统呢，第一任期要卸任前，要卸任，而且当时是他已经败选了。他败选的时候，他在2021年的1月交给拜登嘛，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居然搞了一个这个事情，所以我跟我们现在合理怀疑说，搞不好那个时候呢是川普下令的。川普就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为什么我们就说跟川普可能很大关系？川普在第2任期，他不是开始搞比特币吗？是，他就说，我们要通过什么比特币的法案，我们通过什么比特币国家的这个资源，所以，人家就说很感兴趣。对，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无论如何来说，我们就说这件事情就告诉你，美国的这个实力的确比美国在比特币上面的这个所谓破解能力，比大家想象中要强太多了。好，那我跟他讲，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陈志。那追陈志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 KK 园区就被炸了嘛，被炸了之后，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很多人被抓。那这个叫佘志江，佘志江他就是原本在这个 KK 园区里面来说被抓的。那被抓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我就受到，因为他现在被抓了之后，他想要不要引渡回这个中国？对，他就说什么？他说，我会受到中国的政治迫害啊，然后我会背锅啦，还有这样状况。他就说什么？其实我跟这个中国的国安单位什么都很好。我就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可能会被他们杀掉。那他就说什么？他说，因为他是非法这个线上赌博被泰国抓了嘛，然后他说泰国准备把他引渡回去。他说，我们跟中国有这个引渡条约，我要回去，我要把你弄回中国。他就提出上诉。说你这样违宪，但没想到他们说没有违宪，所以他被抓回去。被抓回去的时候，他又说什么？我会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陷害，还有政治迫害，我可能被中国政府要挟回国灭口。他还说，他还发表不自杀宣言。他说，如果我有意外的话，是中国国安还有泰国情报部门所做。所以这个可以证实什么？可以证实说，他们跟中国的国安的确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存在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那我就说。
外国的这个所谓诈骗的时候，我讲跟中国一定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看，这是人家之前的这个泰国去抓了这个金三角的诈骗公司，你看他们诈骗集团里面有这个电脑啊这些操作的这个设备哈，你看他这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然后感恩奋进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是什么？高举上海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是习近平的话，是，所以等于是说，你看他们在这里面来说，也不忘有这个习语录在这上面，所以一定是有所关联。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他们至少一定跟中国官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联在那个地方，不然你弄这个要干什么？好，那我跟他讲，那所以除了这个目前为止的佘志江呢被人家抓回去之外，其实我们就讲，那美国怎么那么厉害？你有没有注意到？原本来这个12.7万枚的比特币，利比公那里摘，你美国怎么会知道那是谁所有？而且美国已经2020年就破获，一直到现在才把你抖出来。好，是。那我想，有人就说，这或许美国 FBI 或是美国情报单位都看在眼里。哈，那你讲美国哪有那么厉害？我跟他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是真的很厉害吗？对，很厉害，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就说，因为你看。这也是中国的报道。他说，中情局的炮制荷兰马列党，骗取我国巨额的这个革命经费。这是中国报道。之前也有钱也被骗走了。这是中国的报道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冷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当时的中国啊，就周恩来或是毛泽东，你只要在国外搞革命，或者说你是国外的共产党，我会资助你。那美国就知道，那我们就要骗他钱嘛。于是怎样？当时的美国的中情局跟这个荷兰的国内保安局就做了一个叫做荷兰的马列主义党，就说他们成立一个马列主义党，然后呢，他找了一个党书记，就是叫这个皮特博韦，他其实是一个以前的这个特务人员，然后就化名叫做克里斯彼得森，他化名对，然后就说，我是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然后他这个化名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荷兰马列主义党，然后就开始你看他们在那边集会啊，然后就说他们说结果是演员呐，对，都很多演员，然后他们还伪造所谓党员名单，然后还送给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就说你看。我们这边成立这个政党，那这个政党来说话，我们要向中国的这个革命学习，那我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这件事情当然回报给了毛泽东他们就 OK， 太赞了，好，于是他们就这样，于是呢，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森从1970年开始25次访问中国。然后前后得到毛泽东还有周恩来的接见对，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是被吸收嘛，被吸收之后他就说我获得进一步的观察，他每次跟他们见完之后就回去跟美国跟荷兰报告说我跟你讲我这次见了毛泽东，那毛泽东最近的身体怎么样，就是可以就近观察情报交换对，然后这个周恩来怎么样，这样一个状况这样的情形那当时还去访问了非常多，你看他还去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这个独裁者这个霍查，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他们有这个贺电，他们给他这个吊唁，他们给他报道出来，所以呢这就很有名啊。你看，甚至你看，他们就说每一次彼得森访问中国的时候，都给中国非常多的这个，就说你要给我革命经费啊，我要革命，对不对？然后一直资助到80年代，然后到东欧剧变之后，其实彼得森已经从中国拿了超过100万英镑。各位啊，当时的中国没有像现在那么有钱100万英镑对中国来说非常多，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骗中国的这个革命经费嘛，所以这等于是说这种骗局或这种所谓的手段，其实美国跟这个以前西方世界就玩过一次嘛，所以才说这一次搞不好也是美国所设下的陷阱，也不一定。好，对。那我跟他讲，为什么美国会那么清楚呢？事实上，我们不是说吗？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他在3月20号就发布一个叫《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财富还有腐败活动》的这个报告，它里面就讲了非常多嘛，他点了温家宝，然后还有点了习近平一大堆人的一个状况。那我所有人说，搞不好就是因为有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你看今年有非常多针对中国红二代的很多动作，包括前一阵子在这个澳洲的杨兰兰等等一大堆人，就慢慢陆续出来。所以所以我跟他讲，搞不好这是一个所谓的美国所设的一个局，他要针对所谓红二代或者所谓红色的资本在哪里，我要把你从全世界把你查个清楚的一个状况。那国珍要带我们来看，事实上刚刚提到了这么多12.7万枚的比特币2020年就已经被扣住了，结果没想到就在今年10月，美国现在却说，这笔钱高达4500亿的这个比特币，现在都被挖了出来。为什么当时没有动作，现在有动作？难道是川普在其中尝到什么不同的滋味吗？
是，这根本就是全球货币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都已经偷偷监控说，中国跟伊朗跟俄罗斯这些国家到底在搞什么？你们到底跑到伊朗挖矿的状况？所以美国其实一直在测试。所以找到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就怎样？那时候中国的四川挖矿整个崩盘之后，就有好几万台的神马挖矿机，中国自己国产的挖矿机运到了伊朗的阿巴斯港。那时候他们想说，我们因为中国监管的问题，然后跑到伊朗去，伊朗那时候提供什么便宜的电跟水相关的设备，因为伊朗产石油、天然气，所以伊朗的电比较便宜，适合做挖矿。所以像这个叫王强的人，他就是那个路边矿场的其中一个合伙人之一，他就觉得如果有机会在伊朗站稳，亏损的钱就可以收回。那时候美国其实就盯上了，那他们跑去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伊朗也是一个坑。那什么叫坑呢？伊朗的地缘政治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虽然电跟挖矿很便宜，但是伊朗其实政府是在控制矿场的。那时候你要批准所谓的矿权，其实在伊朗你乱挖矿其实是很严重啊。如果被抓到的话，是会轻则查封矿长，重则入狱坐牢。但是他们发矿的执照的时候是在干嘛？你就必须要缴钱给我，讲穿了就里面就有灰色交易，所以你拿到批文的时候都是伊朗政府去管的，然后变成是伊朗政府从中去收取一大堆的比特币，慢慢的这里就变成邪恶轴心国最大的比特币的挖矿中心，甚至挖各种的虚拟货币都在这里。美国早就知道这个现实，所以2020年他们为什么实验这件事情，是想要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破解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偷你的钱？如今看来是成功了。还过程中还偷偷去移动哦，因为我们都知道里面有加密跟移动的机制，所以那时候他们偷偷动它的时候，其实有去尝试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把东西搬走？到了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说，我真的有办法偷伊朗跟中国的比特币的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其实，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看到以色列跟伊朗这么轰来轰去吗？天空打满了飞弹，不就是飞弹互轰而已吗？没有那么单纯，飞弹轰来轰去，而是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特工也开始动手去偷什么？去偷人家的钱，甚至试图扰乱人家的金融秩序。现在都已经证实一件事情了，以色列有一个亲以色列的骇客组织叫做掠夺麻雀，这就是他们 logo。他们趁着6月18号双方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甚至美国用 B2 轰炸机去轰人家的时候，他们去怎样？去销毁、偷走人家价值29亿的比特币，直接被送到黑洞地址，也就是说，突然间这些钱怎么都不见了？原来是被掠夺麻雀夺走了。所以他们都知道，你在2018年开始挖矿，挖了很多矿的时候，我都知道。甚至那时候，你知道伊朗下到什么地步吗？伊朗甚至规定，中央银行规定说，全国的交易时间限制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这时候你就代表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过了这个时间，你要转账是不行了。你为什么要转账？因为他很担心资金流向，他没有办法掌控。因为以色列可能入侵了整个伊朗的所有的资金跟金融体系，到时候你被他完全破坏，钱被他偷走了怎么办？那时候以色列监控到什么地步？跟美国监控到什么地步？掠食麻雀，他们其实早就知道说，以伊朗最大的交易所叫 Nobites，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挖矿，他们整个交易所其实他们存了大量的比特币、以太币、狗狗币，这些币都拿来干嘛？其实都拿来资助各种的恐怖组织。这些其实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包括伊斯兰圣教组织、也门叛军胡塞武装、阿马斯，这些其实都跟他们都有什么转账的记录，所以这是真的。他们鼓励他们这边挖矿，鼓励中国矿工跑到伊朗去挖矿，挖完矿之后抽了，不是说执照管得很严吗？你如果乱挖还会被抓去坐牢，但是如果我给你矿照，你就可以挖嘛。挖完之后这些钱抽一抽之后，就变成支持胡塞组织，或者是支持这恐怖组织，甚至哈米尼家族其实跟 Nobites 都有联络，代表什么？很多钱藏在里面，这就可以解释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川普从2020年就开始监控，这个时候才要动手？因为他看了很多年，以色列也是看了很多年，他早就可以动手了。为什么到今年6月他们在互轰的时候，他才开始打他？甚至他也知道哈米尼的钱藏在哪里吧？那所以现在证实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一次抓到惩治的比特币，证明一件事情：虚拟货币匿名已经被暴力破解了。美国能够真的掌握，所以中国的区块链教父OE 的创办人徐明说：“你现在大家不要去用网贷的资金炒作虚拟货币哦，所有违规资金、灰色的资金全部都会被审查，包括诈骗啊，或者是从公众洗钱出来了。因为他们就在讨论的时候就说，有人透过比特币的账户
去账户去买钱，网络的账户去买钱，结果钱不仅原路返回，连银行卡也被同步冻结了，然后中国警方也可以追了。川普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动作？其实在2025年的3月6号的时候，今年的3月6号的时候，他公布一个行政命令是什么啊？战略比特币的储备以及数位资产的囤积库。那公布这个行政命令，川普具有什么资格？可依法收到判决的比特币跟加密资产定验判决的，也就是说，我前面先修法了，对他已经修修法命令了他刚才偷的那些钱是到2025年的3月6号，他才可以依法没收。那依法没收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是，美国已经不是加密货币的执行者而已哦，而是他其实拥有的控制全世界比特币的能力。他其实是在打一场数位货币的战争。我今天谁的钱转到哪里去，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的掌握在哪里。当然，这有个好处是什么？这个好处是，最近的比特币不是通通在掉吗？因为代表非色资金，这些人都不敢用比特币或用虚拟货币洗钱。可是有些正式的法人机构，他就敢做这些事情了。包括我们台湾的央行、台湾的银行都开始要做比特币的储备，因为怎样？这代表美国人的管的秩序，美国的秩序，我们只要跟着走就不会有问题。那这会变成怎样？全球秩序的重整。因为川普还有下一招，马上他在3月6号说可以没收比特币，接下来他做一件事情叫做聪明法案推动之后，可以把美债挂钩比特币，那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美国的37兆的美债，透过比特币或透过虚拟货币，让全世界来共同分担，或者是共同去购买美国的债务，他就可以解决债务问题，甚至他就敢掌握全世界新的金融秩序。事实上，现在有一位关键的人物哦，那么这一位叫 Alan 的男子，现在如果被曝光了之后，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整个成案的一个关键呢？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表，是当时美国这个财政部他所公布的这张这个人际关系图。那这里面都是被制裁的对象跟法人哈。来，里面有3个人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什么？陈志志哥，对不对？对。然后第2个就是左边下面他 Direct 下面左边数过来第4个李天哥，来看一下天哥他的职称是什么？他是 Illicit， 然后 Finance CFO， 他其实管理的是非法资产的 CFO。可是你看他左边有一个一样是陈志指挥的这2个人，在左边下面最左边的那个男生，对，来，他叫做对杨新发 Alan 哈，来。Alan 他的职称很特别，你看他的职称是什么？他是 Financial Assistant and Wealth Manager。他跟李天一样，都是处理陈志的 Finance， 可是他处理的是合法的，所以代表这一个人他知道陈志的金流去向。好，那为什么他跟台湾有关系？而且他也是这3个人之中，在曾经有来过台湾，然后可以让台湾司法单位立案的一个关键人物。天旭科技的那个总经理人就是这一位杨新发 Alan， 就是因为美国发布了这个 Alan 的制裁名单之后，就锁定了天旭科技。那因此才去破获这个科技公司之后，才发现里面都是从事赌博网站的这一些不法行为，然后因此我们之后是用什么办？是用赌博罪来办陈志这个诈骗集团哦，是赌博罪，就不是原本的洗钱，就不是原本的洗钱。当然先有赌博罪才会成立洗钱罪嘛，好，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当时10月14美国发布这个指定制裁名单之后呢。那个陈志呢，马上就指示这个李天哥跟这个 Alan 叫台湾的这个负责人辜姓负责人立刻干嘛？解散天旭科技。那解散天旭科技之后，一定要有一些程序嘛，因为你知道天旭科技来，你猜他有多少员工？被300。人非常多，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想要立刻解散，要怎么解散？对，而且它是有银灯，它是合法公司，所以它是以合法掩护非法。但因为它是一个合法公司，所以它不能不能任意解散员工。因此当时呢，他说要解散的时候呢，这个陈志就叫李天跟这个 Alan 来解散台湾公司的时候呢，他们台湾天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钱都被冻结了。都被冻结怎么办？我跟大家报告。被冻结之后，会有将近300个员工生计，就不知道我之前飞要去哪里拿。对，因此现在呢，这个台湾现在天旭科技的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的钱被冻结，但他有200多个，将近300个员工，钱没办法领。如果抓得到 Alan 的话，我认为
这个陈志记不记得他当时很嚣张，他说哦，150亿元被150亿美金被美国扣走，他说什么？没事，小钱，对不对？那代表这是非法的嘛？那你合法的肯定搞不好有上照，那谁知道你合法的钱的流向？合法钱在有记录嘛？搞不好他就知道了，对啊。所以咱台湾今嘛就咧聊 Allen， 大家全世界都在抓 Allen， 只要抓到 Allen 就知道陈志你的钱洗去哪里。好，另外庭辉要带我们来看哦，就是其实中国军方的内斗现在是升级了吗？有人在观察的是这一场所谓的典礼，是在海南三亚的军港，说中国的第3艘的航母福建号在这里举行了入列授旗仪式。习近平亲自来主持，同时还登舰来视察。只不过现场发现只有1名上将来出席，其他的人呢？有人说这个军方全军覆没了吗？对啊，大家在看福建号上面的舰载机到底有多厉害哦？这个所谓的弹射的系统到底有多厉害哦？但是事实上啊，眼尖的人发现到一件事情哦，跟以往山东舰还有这个辽宁舰当时入列的时候呢，习近平今年来讲的话，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张生明上将哦。那其他的上将跑去哪里呢？特别是你知道福建号它是属于海军的，对不对？那海军司令员至少要出现吧？对啊。那海军司令员是谁呢？叫做胡宗敏，胡宗敏已经不见了，因为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哦，也不见了。然后呢，另外来讲的话，他的海军的政委哦，这是属于苗华体系的哦，叫做袁华志也不见了，而且被开除他的党籍跟军籍哦。所以简单一件事情哦，现在来讲的话，海军已经没有上将了，那其他的军种呢也没有上将。那现在来讲的话，除了张生明之外，那为什么张又侠也没有出现？好，那张又侠没出现就算了，那你至少比如说国防部长，这个董军，你基本上你也要出来才对啊。是，所以现在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孤独老人哈，好像是权力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哦，让大家看出了弱点。但是事实上哈，更麻烦的事情是哦，这当中来讲的话，可能整数更多的人哈，因为不是只有这几名上将而已哦。我们看到这个蔡奇非常奇特哦，蔡奇就是这一次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坐在习近平旁边，我怀疑就是川普在讲，有一个人不敢讲话的就是蔡奇哦。当然蔡奇英文也没有很好了，可能也不敢跟川普讲太多英文哈，可能会露馅。但是他在人民日报的人民网发布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这当中来讲的话，就是代表说这个大刀还要继续砍下去，他不是只有砍这9名高官的上将而已哦，还继续要砍这个包含地方级的官员。他提到了要纠正这个所谓的世风呢，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当然他也是阿谀奉承哦，对习近平来在阿谀奉承。但是事实上呢，就代表说他们这一把刀一直会砍到地方去了。那怎么说呢？因为最近大家觉得蛮奇怪的哦，本来大家认为说四中全会之后，是不是大概就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啦？但是结果没有，到11月初开始的时候，大刀阔斧的刀又一直砍到哪里？到省级厅局级长了这样一个职位哦。我们知道说你说在上将，就是说解放军的上将，你是在中央级的就算了，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的省级的底下的什么厅啊，什么样的一个局，那你这些这个首长呢，现在呢也都出事了。所以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贵州啊，贵州的这个是军民融合办原副主任呢，还有他这个叫李刚，这位李刚呢，他11月4号的时候竟然被双开了，而且被检察机构起诉了。那因为什么呢？也是一样哈，他收受了很多的贿赂的相关的这个东西哦。那另外来讲的话，还有江西的江西的官场上面呢，有个省商务厅的前党组书记谢一平。他也因为涉贪然后也被收押了。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被调查的总人数高官已经达到了32名以上，已经早就突破了过往每一年度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了。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那个大刀已经砍到地方去了。那砍到地方有一个效果，什么叫效果？就是四中全会之后呢，也不是什么各个派系你可以去跟中央争位置了。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从这个所谓地方来讲的话，你的官员已经升不上去了，从中间就给砍掉了，重新换一批新人。这一批新人呢，就是习近平未来所要自己用的人。这就是等于接下来在21大的时候，准备要
接班省级方面的这个重要权位的位置了，所以中央也在处理一些人，地方也在处理一些人，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来讲的话，中国都在整肃。那人家说，那你解放军到底现在连一个上将、大家指挥官都看不到，你福建号出来有什么用？你没办法打仗嘛，因为你根本没有人在指挥嘛，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在处理内部的这个人事问题，处理完之后才会去思考台湾问题要怎么解决。好，但这样大刀阔斧说有一些这个地方上的官员，他们还是自己出来投案的，是因为这大刀阔斧如果不自首的话，会更惨吗？对你如果是被这个所谓的纪委或者是被监察委去这个调查的话，那不好意思哦，你的这个不仅是双开。今天如果你可以自首的话，或许还可以像秦刚一样留个全尸。那什么叫留个全尸？你是辞职的，辞职的话，我就不给你开除共产党党籍。只要没有开除共产党党籍的话，中国的司法部门是不能究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至少留个党来护身，他们党证真的比这么什么身份证还好用啊，因为有党证来讲的话，司法机关是动不了他们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坦白从宽嘛，而且厅级以下来讲的话，这些有的人是出来自首，但是有的是非常坚持的，还是跟中央作对的。好，另外宇先要带我们来看啊，这个国防部的这个网站哦，竟然脸书的部分被苏丹网友给洗版，有人说这根本是一场乌龙，因为这个内文有一些字根本都看不懂，他其实骂的是说中国卖武器给苏丹的叛军，他们把台湾误认为是 China 啦。对，所以很多台湾人还在争执说，护照上到底要不要有台湾，到底要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喂，各位，这就是理由来跟你解释，因为我们的英文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而中共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差一个 People's。所以你知道吗？苏丹人他在发生内战的时候，因为他非常抱怨说，就是你中共提供这些武器，害得我们苏丹的血流成河，所以他们灌进来了。但他忘记一件事情，中国是能用脸书的吗？当然不行嘛！除了那个什么国台办，找到地方就骂呀。对他把中华民国想说，这个是中文 Republic 有 China， 所以你知道吗？苏丹的网友全部灌进来，以为说我们这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看哦，中国向阿联酋出售武器。中国制的战略无人机杀害苏丹人民，对，那正在屠杀苏丹人，正在杀害平民，对苏丹人民的制裁，苏丹正在遭受中国武器的，然后写了一大堆苏丹文。但你如果真的看到他们国内的处境哦，你内心哦都会忍不住为他们感到叹息，因为真的你自己看哦，这些提供的武器，比如说155的 AH4榴弹炮，甚至是呢在所谓的防空飞弹上，因为他这个部队叫做快速支援部队。他是一个叛军，结果没想到他们的正规军，也就是他们的武装部队呢，用一台苏联的伊尔76运输机，你看我在空中这样飞，结果没想到一发飞弹打上去，打上去之后，苏联的飞机哦，打上去的飞弹哦，叛军把它打下来，他们后来去看那个叛军的飞弹，吓一跳，这不就是防空2000吗？防空2000是中国航太制造的，对啊，那你说怎么会用中国的武器他们打？机上的人全部都罹难哦，而且这个是什么？它是属于短程的拦截系统。也就是说呢，刚好那台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它是这样把它打下来，所以你看它整个炮口，它后面的那个尾翼还留在地上，一根就这样插在那边。它的射程大概是25公里，覆盖高度哦其实也不高哦，顶多呢到3公里左右。所以换言之，中国确实持续性的提供这样的武器给他，甚至是他们在现场还发现什么呢？有这种大型的无人机，这个招龙招北体啊。像这台大型哦，你会想说怎么长得有点像死神哦，但是又不太像，这是中国的飞鸿95，也就是说类似这种无人机呢，它具有我们讲的攻击范围，比如说大概200公里左右，都被叛军，跟我讲的不是正规军，拿来去杀害苏丹的人民，因为他们现在用的一个名义叫做什么？你只要不是阿拉伯裔的，我就把你杀了。他就是这样态度，这么残暴，所以这根本就是种族清洗啊！所以你知道吗？甚至有一个画面很可怕哦，中国的无人机，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大疆的，你看空中。然后他干嘛？3、2、1投弹下去，直接把下面呢炸得乱七八糟。所以对苏丹人来讲说，都是大家自己的同胞啊。就你中国人提供这些武器给 RSF， 那 RSF 又拿来杀我们自己人，他们当然受不了。但各位，我们现在要看到画面哦，就真的讲血淋淋肉搏的。比如说苏丹的叛军，刚才是不是跟你讲 RSF？ 你知道他们干嘛吗？来看，这是他们现场一个手无搏击之力、手无寸铁的妇女，妇女都攻击了。对，你知道他就对他进行拳打脚踢。甚至是呢，他们有开着车在走，就走到路上呢，看到一般的老百姓哦，来就是塔马赛克那个地方，他明明知道已经有人在那边，他还刻意这样，甚至是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开枪。但是我请问一下，为什么 RSF 能那么嚣张？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国家支持，那国家叫阿联酋。那阿联酋是跟谁买的武器？就是跟中国买的。换言之，中国这些血都算在你头上，而且这些人嚣张到什么程度？叛军哦，拿着手机，你知道为什么要全部打马赛克吗？因为理由很简单，他在自拍。那你知道后面那一点点糖的是什么吗？全部都是人。太血腥了，已经阵亡的人，已经不幸罹难的人。然后呢，他们不只是拍人，比如说飞机，刚才是不是讲到有一台呢？我们讲的哦，苏联的飞机被打下来，来自拍，跟你比耶 victory， 然后呢比着后面。但是你知道最可怕的吗？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曾经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共匪的问题？来，你看到这个画面，我不禁想到说，之前有一个叫做死守四行仓库。来，文华，你仔细看那个房子。一个洞，上面那是什么？全部都弹孔，都是弹孔，上千枚弹孔，对，上千枚弹孔打到跟蜂窝一样，然后要么家园是断垣残壁，要么呢全部都遭到炮火侵袭。所以他们说到目前为止有65000人已经逃离自己的家园，而5000人呢寻求避难，等于说大家在这个环境非常惨。但是最没有人道的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包括联合国以及相关的这种大国要去介入。世界卫生组织示警一件事情。医院哦，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以巴战争，它绝对是禁止轰炸的区域，以及所有的战争里面，不管乌俄或什么都不能打击医院。结果他们是跑到医院里面去，在西部，我们讲西边的一个叫做北达尔富尔州的这个地方首府，有一个所谓的医院，他们直接走进去里面，把里面的病人、把里面的医生、把里面的医护人员460名全数夺走他们的性命，而且他们做这件事情，这不是为了战争哦。没有任何的目的，所以你知道吗？当他们对这么多人做这种残暴的特刑的酷刑的时候呢，来我们从空拍图哦，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这个是大概是在医院新增市哦，以及它是相关的市区。所以你看啊，文华，原本这是空荡荡，他们挖了这个所谓的叫做壕沟。是，结果说呢，隔一阵子你会发现哦，整个壕沟呢被有点像肉色的东西给填满了。是，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他们把所有他们杀害的人全部都埋进去。埋在壕沟里，埋在都满了，甚至人埋完之后呢，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这是被拍到10月25号开始的画面，也是一样，先埋，然后呢，它的北部跟南部呢都有所谓的检查站，检查站之后你就开始发现了，壕沟里面有没有看到白白的东西开始在填了，然后最后呢，白白东西填完之后呢，最后变成黑黑的东西，为什么？他把人杀了之后，把人埋进去，把人埋进去之后就把人烧了。所以黑黑就是把人给烧了，对，等于这是乱葬岗。他们想说你到底杀害多少人？而且甚至是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医院？他们呢，医院那个460名被他们杀害了嘛？就是他们干嘛吗？开始把这个人一个一个，你会发现运出来，然后也是一样又烧毁。也就是说，他用类似那种布袋把它盖住之后，把一个一个的遗体、一个一个的大体呢拉出来户外之后，再就地点燃，甚至是连一般的公路这还不是特别挖的都会突然间呢，在最近大概11月4号、3号这期间，发现就又有这种白布，大概的1.1公尺到1.6公尺就远距离去拍摄，讲白了就是人啊，他都把人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就放。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